不管对方是不是一尊沉睡的魔神，我们都不能让他走出这里，不然将会给万界带来一场灾难。虽然两位神殿殿主没有参与过那一场天古浩劫，但是对于魔神的力量还是有所了解。当年足足有7尊魔神降临神界域之中，并率领一众暗黑魔物对抗整个神族势力，能够对抗整个神族势力的势力几乎不存在。而这些魔神能够做到抵抗整个神族势力，这得有多么恐怖的实力啊！要知道，天古的7大神族势力底蕴乃是在上界属于顶尖的存在，任何上界的神族势力底蕴都不可能是最强7大神族的对手。而就是这样的7大神族，在面对7尊魔神率领众暗黑魔物的入侵时，都无法顺利的将其击退。那恐怖的实力直接让无数亿万神灵都感到恐惧。的确，如果这方面貌世界中真的一尊沉睡的魔神，我们必须要让对方永远沉睡下去。在魔神面前，即便是应龙神族的这些神灵们，隐隐间也感受到了来自魔神的压迫。双龙尊主的目光扫视了这方天地中充满的诡异魔神之气，表情也终于不再从容，一抹淡淡的凝重之色浮现在脸庞上。毕竟魔神的实力可不是寻常的造化主神可以对抗的存在。当年各大神族的神族长以造化巅峰主神的力量也难以撼动的魔神，即便是双龙尊主也不见得可以将其击败。难道这个面貌世界的金币上出现了裂纹？原来都是这里面的魔神之气弥漫，不断的侵蚀这方世界的结构，只是要将世界结构打破，从而彻底的苏醒。盘龙的这句话点醒了在座的所有人。夭夭等3位主母似是明白了盘龙的意思，五爻显然有些不敢相信的开口：难道说这个世界正是压制其中那尊沉睡的魔神？盘龙不可否认的点点头，他的本体是造化神器，自然对万物的了解程度更深，所以在进来这方面貌世界后，他就觉得为何能够让世界金币出现裂纹的，或许就只有这里的魔神之气了。而其实盘龙所猜想的并没有错，在这个面貌世界的深处，的确存在着一个恐怖的存在。至于是不是沉睡的魔神要苏醒，还需要一探究竟。来自一方世界力量对魔神的压制，这手笔可不是谁都能够做得到，只有7大神族长那等巅峰的存在，才可以引动改变一方世界的结构，形成极其强大的世界封印。大龙尊主亦或是已经看透这方世界中的某种规则，开口道：改变世界的结构，形成一道世界封印。萧炎以及夭夭、小龙与寒等人显然有些对于还有这样的手段感到震惊。不过这种强大的手段并不是所有造化主神都可以施展，而是只有实力达到造化巅峰的主神才有此可怕的大能，所以即便是我俩等目前的造化修为，也难以施展出这等大能的手段。说话间，双龙尊主的语气都变得恭敬，因为造化巅峰主神的势力乃是造化之境中的分水岭，而想要突破这个分水岭并非很容易。当年他们的应龙神族长突破造化巅峰主神的领域，都付出了几十万年的惨痛代价，最后才得以突破到造化巅峰。虽然不知道其他神族的神族长是如何突破造化巅峰的层次，但至少都知道他们肯定也付出了不亚于应龙神族长的代价。造化之境的巅峰果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境界，但是我萧炎终有一天也会登临造化巅峰。萧炎暗自了一声，虽然自己如今的实力已是大道主神后期，如果放在9大界中，那么已经顶尖的存在，但在如今的神藏之中，大道的力量似乎又一次受到了造化的压制。很明显，接下来自己所要面对的对手还有很多很多。双龙尊主看了看这个世界，叹息了一声道：如果再这样被魔神之气侵蚀下去，要不了1年的时间，就可能会彻底的打破世界金币，从而让那尊沉睡的魔神彻底的苏醒。待会我们深入后，一旦发现有什么诡异的异动，一定要打起10分的警惕，最好不要让这里的魔气彻底的侵蚀你们的神力。大龙尊主的叮嘱言犹在耳，他们深知此行的危险，每一步都踏得格外谨慎。萧炎等众人跟随在应龙神灵们的身后，小心翼翼地穿越在这充满魔神之气的面貌世界中。这世界的最深处中心，这里依旧没有任何的陆地存在，只是这里的黑海显得更加的深邃，而且并没有外围那般波涛汹涌，而是一片宁静的黑海。偶尔一阵阵诡异之风掠过，泛起黑海上的层层涟漪波动。然而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，一股诡异的暗流正在悄然涌动。在黑海的一处海平面上，一个不起眼的漩涡慢慢形成，仿佛是黑暗世界的眼睛，深不见底。它静静地旋转着，漩涡的边缘闪烁着幽暗的光芒，而其深处则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就连光都无法逃脱它的吞噬。这种感觉，即便是一些神灵都不由得对这无底的深渊生出一丝莫名的恐惧。就在这时，距离漩涡不远处的黑暗中忽然有一丝动静，数道魔影悄无声息地出现，他们身形飘忽，目光如炬，静静地潜伏在暗处。这些魔影似乎在等待着漩涡之下的什么东西苏醒，他们的气息与周围的黑暗融为一体，令人难以察觉。
只有当一阵诡异之风吹过，才将这些魔影的轮廓稍微显露出来。他们的双眼在黑暗中闪烁着暗红魔光，而且这些魔影所散发出来的一道道气息，让空气都变得凝重，仿佛一切生命的呼吸都在此刻停滞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海面上的漩涡越转越快，而那些魔影也变得更加焦躁，隐隐有一股股强大的气息朝着四周弥漫，感应着四周是否有什么神灵出现。魔神大人即将苏醒，正处于关键时刻，可不要被任何进来这里的蝼蚁打扰了。一道无比阴沉的声音自这些魔影中传出：我们已经派出10数位魔尊，在距离这里的100万里之外镇守，一旦发现有大能者进入，会在第一时间发出通知。在这魔影之中，又有一道带着恭敬之声传了出来：如此甚好，我们的暗黑大计划可不能出任何的差错，只有让这里的魔神大人苏醒，才能够完成大魔神大人吩咐的那个任务。如果这出现了问题，那么我们回去都少不了责罚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此话压榨性的声音再次传出后，其余的魔影显然也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感。这种压迫感并不是来自眼前那位领头魔影，而是来自他口中所说的那位大魔神大人。在大魔神大人面前，就算是那些魔神大人都得听命于他，所以如果这次大魔神吩咐他们的任务要是搞砸了，那么回去就算不死，也会被进行生不如死的噩梦惩罚。是，大人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此次的任务计划。数道魔影立马异口同声地回应道，他们也生怕自己惹怒眼前这位大人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毕竟眼前这位大人同样是极其不好惹的存在。100万里之外的区域，这里黑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仿佛魔神在愤怒地咆哮。大雨滂沱，倾泻而下，却非纯净之水，因为在这些雨水中带着诡异的黑暗色泽，如恶魔的血液，无情地冲刷俯视着这片天地。突然间，这处的空间发出强烈的波动，扭曲成一幅幅破碎的镜面。然而在这破碎的镜面中，数道身影走出，他们正是萧炎和神元宫等众人。众人出现在这片狂风暴雨的天地中，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，只有风暴肆虐的景象。众人环顾四周，只见那雨幕如同夜色中的幽灵，不断变换着某些形状。这是何等诡异的天象！萧炎眉头紧锁，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。这里的黑雨如瀑布般倾泻，每一滴似乎都蕴含着无尽的恶意。它们落在下方的黑海中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仿佛能腐蚀一切万物。好浓烈的腐蚀气息，甚至让人感到窒息。神元宫的盘龙副公主都吃惊地望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幕景象。这些黑雨之水落在众人的皮肤上，带来一丝刺痛感，仿佛无数细小的针尖在皮肤上跳舞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，那是魔神之气与黑雨混合后散发出的独特气味。而已经察觉危险的双龙尊主也立马提醒着众人道：你们快运转神力护住身躯，这里的黑雨已经被魔神之气侵蚀，如果你们的身体被接触，可能会有危险。众人纷纷催动体内的是神力，在自己的皮肤表面上覆盖一层防御能量层，神情凝重，环顾着四周。只见黑雨如晦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黑暗与雷鸣。在这片被魔气侵染的土世界中，众人的每一步都需谨慎为之，否则便可能陷入不归之地。黑雨怕是一时半会并不会停下，想要继续进入这个世界的深处，就必须穿过这片黑雨区域。萧炎开口道：如果不从这里过去，就根本无法到达那魔神之气所散发出来的所在位置。魔神一旦苏醒，那么在这神藏中又会多了一位恐怖的存在。没错，但是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先要做一下。在这句话从小龙尊主口中传出的时候，众人好奇地望着他，见大家的目光都朝着自己投射而来，小龙尊主则是微微抬头，看向上空这些黑云，发出一道充满绝对威压的低沉声：看够了吧？你们这些魔物还舍不得出来吗？话音落下，上空的黑云如海，翻滚着铺满天际，其中蕴藏着一股摄人心魄的魔之气息。空气中充满了电闪雷鸣的声音，仿佛天地即将裂开，一道道魔气如同利刃般切割着苍穹，欲将一切都给斩杀。很快10数道可怕的魔之气息如触角般伸展，穿透云层，朝着下方的众人扑去。